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，品庄子说剑，三种剑境中的智慧启迪，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，无数思想的火花激烈碰撞，照亮了人类前行的道路。庄子说剑中，天子之剑、诸侯之剑和庶民之剑的故事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历经岁月洗礼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充满哲思的故事，探寻其中蕴含的深刻智慧。赵文王痴迷剑术，致使3000剑士云集门下，他们日夜在文王面前相互厮杀，1年下来死伤100余人，而文王对此却乐此不疲。长此以往，赵国国力渐衰，诸侯们蠢蠢欲动，企图瓜分赵国。太子窥忧心忡忡悬赏1000金，寻求能说服文王放弃这一匹号之人。众人皆推荐庄子，庄子虽拒收1000金，却决定为太子排忧解难。为顺利见到文王，庄子依照太子建议换上剑服。见到文王时，他以精湛的剑术言论引起文王兴趣。随后，庄子顺势引出天子之剑、诸侯之剑和庶民之剑的论述。庄子描绘的天子之剑，以燕西10城为锋，齐代为恶，晋魏为己，周宋为禅，韩魏为家，融合4夷4时，渤海长山，遵循5行行得阴阳运行。自剑一出，可匡正诸侯，令天下归服。诸侯之剑，以知勇士为锋，清廉士为恶，贤良士为己，忠胜士为禅，豪杰士为家，上法元天，下法方地，中和民意，使四境宾服。而庶民之剑，剑士们蓬头秃鬓，怒目而视，相互砍杀，其结果不过如斗鸡般，白白断送性命，于国事毫无益处。这看似简单的3重剑境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场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正如天子、诸侯和庶民，我们应明确自身定位，扮演好相应角色。当身处领导岗位，就该像天子之剑，拥有广阔的视野与宏大的格局，引领团队向着正确方向前进。作为团队骨干，要如诸侯之剑，凭借自身才能协调各方关系，为实现目标贡献力量。即便身为普通一员，也不能自暴自弃。虽如庶民之剑，看似平凡，却也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故事的结尾，赵文王深受触动，3个月不出宫，剑士们皆伏避其处。这一结局令人深思，它提醒我们，自我认知与角色定位何等重要。倘若赵文王一直沉迷于庶民之剑的表面，热闹赵国必将走向衰落。正是庄子的一番话，让他认清自身角色，做出改变。庄子说剑，通过3重剑境，为我们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。他告诫我们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要找准自己的位置，明确目标与责任，在不同的角色中发挥出最大价值。同时，这也提醒我们，当身处迷茫时，不妨停下脚步，审视自身，重新找准方向，这样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。这份深刻的人生启示，不仅局限于个人角色的定位，更在组织管理与社会运行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。在企业管理领域，企业的领导者就如同手握天子之剑，以企业的战略规划为剑锋，市场拓展为剑刃，内部运营体系为剑戟，客户服务为剑环，人才团队为剑柄，将行业趋势、市场动态与政策环境相融合，遵循商业的规律与竞争的法则，通过卓越的领导力引领企业在市场浪潮中披荆斩棘，抢占先机，使企业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，赢得广泛的市场份额。中层管理者则恰似诸侯之剑，他们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专业的管理能力作为剑锋，以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协调能力为剑刃，以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优秀的品德为剑戟，以忠诚敬业的精神为剑环，以勇于创新和担当的品质为剑柄。一方面，他们要积极贯彻高层的战略意图，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了解基层员工的需求，协调各方资源，推动企业各项业务顺利开展，如同雷霆之阵，确保整个组织高效运转。基层员工恰似庶民之剑，他们看似平凡，却构成了企业的基石。每个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以扎实的专业技能和高度的责任心，为企业创造价值，如同涓涓细流，汇聚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力量。若每一位员工都能立足本职，发挥优势，企业的竞争力也将得到极大提升。而在社会层面，国家的治理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协同配合。政府如同手握天子之剑，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剑锋，国际影响力为剑刃，民生保障为剑戟，文化传承为剑环，科技创新为剑柄，
制定宏观政策，引领国家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稳健前行。各级地方政府就像诸侯之剑，因地制宜，落实国家政策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。广大民众则如同庶民之剑，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付出，通过诚实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，推动社会的繁荣与发展。回顾庄子说剑，它不仅是一则2000多年前的历史故事，更是一部蕴含丰富智慧的人生指南。无论是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，还是在组织管理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，这三重渐进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与抉择时，不妨以这三重渐进为镜，审视自我，明确方向。如此，我们便能在人生的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，共同推动社会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。尽管庄子说剑中的智慧跨越时空，历久弥新，但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中，若想将这三重渐进的价值发挥到极致，仍需不断探索与实践。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，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。企业领导者作为手握天子之剑的核心人物，不仅要对当下的行业态势了如指掌，更需具备前瞻性的战略眼光，预判科技变革对行业的冲击。例如，新能源汽车行业兴起时，部分具有远见的企业领导者提前布局，投入研发，成功引领行业发展。相反，那些因循守旧的领导者最终被市场淘汰。这就要求领导者持续学习，更新知识体系，时刻保持对市场变化的敏锐感知。中层管理者作为企业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，手中的诸侯之剑也需不断磨砺。数字化时代的到来，对他们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他们要学会运用大数据分析，优化业务流程，通过数字化平台加强团队协作。同时，在跨部门沟通与协调中，要秉持公正透明的原则，打破部门壁垒，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，激发团队的创新活力。基层员工虽为企业的基石，但在智能化浪潮的冲击下，也需不断提升自我。他们不仅要熟练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技能，还要积极学习新的知识与技术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。以制造业为例，随着智能制造的推进，一线工人若不掌握自动化设备的操作与维护技能，将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需求。在社会治理领域，天子之剑、诸侯之剑、庶民之剑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应对全球性挑战，如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危机时，各国政府需像手握天子之剑一样，加强国际合作，制定全球性的应对策略。地方政府则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，充分发挥诸侯之剑的作用。而民众作为社会的主体，应积极参与社会治理，如在垃圾分类、社区建设等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发挥庶民之剑的价值。展望未来，我们应将庄子说剑中的智慧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在个人职业发展中，以天子之剑的格局规划人生目标，以诸侯之剑的担当应对工作挑战，以庶民之剑的务实做好每一项任务。在社会的各个组织中，无论是企业、学校还是非营利机构，不同层次的人员都应找准定位，协同合作，共同推动组织的发展。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光发热，整个社会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向着更加公平、和谐、繁荣的未来迈进，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要让庄子说剑的智慧持续照亮前行道路，教育同样不可或缺。学校可以将这份智慧融入教学体系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职业观，比如开展主题课程，探讨不同角色的责任与价值，从小培养学生的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。此外，媒体也能发挥积极作用，通过传播正面案例，弘扬各安其位、协同共进的精神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当教育、媒体等多方形成合力，古老智慧就能在代际、传承与社会传播中助力人们乘风破浪，驶向美好明天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